中国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摩天大楼的，这句话不需要加任何限定词。如今，当我们走在街道上，随处都能看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它们早已成为了当代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大大增加了城市的运作效率。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过，我们身边的这些个摩天大楼，无论是这样，还是这样的，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源自于西方的那套设计，其中一部分可能会披上一个中式的外壳，比如马格这个，但其内核毫无疑问还是西方，纯西方。而中国坐拥着上千年的建筑史，璀璨卓绝、惊天地泣鬼神的设计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就是没能演变出属于自己的摩天大楼呢？其实是有的，朋友，而且是2000年前就有了。这一点我们留到之后再说，先来捋一捋摩天大楼这个好像每个人都懂，但其实又没那么明白的概念。还是顺便给自己打个广告啊！谢拉克罗瓦小店的装饰画高品质进口油彩纯手绘，现在又上新了3款，都非常独特，非常漂亮。双11还有额外优惠，无论是给自己的温馨小家来点艺术感，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全场顺丰包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评论的链接去看看。OK， 你们知道美国最火的一年是哪一年吗？我觉得是1871年，因为这年9月底，好几场毁灭性的大火像是约好了似的接踵而至，BBQ 了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关键是这些火灾虽然分散各地，但几乎都挑着城市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场火，毫无疑问就是把整个城市核心地区夷为平地的芝加哥大火。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建筑模式出现了，它高达10层，整体采用钢铁结构承重，比起厚重的石材，空间利用率高了一个量级。内部除了楼梯之外，还配备了液压电梯来提高垂直动线的效率。这就是世界上第1座摩天大楼——家庭保险大楼。从此以后，城市便在数项发展上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地皮越来越贵，摩天大楼的比例也越来越夸张。从早期的温莱特大楼，到经典的帝国大厦，再到如今纽约的筷子楼，土地利用率一高再高。另一方面，摩天大楼在风格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适用性，和 Art Deco 结合就有了克莱斯勒大厦，和国际主义结合就有了西格拉姆大厦，和后现代主义结合就有了 TC 能源大楼等等。就这样，这些高耸的、宏伟的、夸张的建筑，不仅成为了当代大都市最具说服力的名片，也彻底改写了城市生活的逻辑。这里有2个点需要注意：一，几乎所有出自人类的设计都是对于自然或历史的模仿与总结，就像一棵树不可能只有树冠没有树根，建筑师也不是直接凭空就想出了一个摩天大楼的设计，它一定是要溯源的，去总结历史先例，去提炼文化哲思，然后才是设计。其二，中国从19世纪开始的混乱与割据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毁灭本身就预示着新生。西方的摩天大楼也是在连续不断的灾难和战火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那么回到这一切的起点，那栋看起来肥墩墩的家庭保险大楼，除了钢骨和电梯这些新科技之外，你们有发现它在外观上的一个特点吗？没错，这栋楼其实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标准的3段式结构，而这个设计语言是原封不动的取自古希腊神庙。底层对应基座，中层对应柱子，顶层对应柱顶楣构，三角墙则被去掉了。当然，某些建筑师也会把它加回来，形成一种很诡异的观感。所以本质上来说，建筑师威廉·詹尼就相当于是拿了一个古希腊神庙，然后把它拉了一下，就做成了摩天大楼。而古希腊神庙之所以可以在被拉伸之后依旧保留一定的建筑性，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立面主导的建筑。
而中式的建筑则是以屋顶为主导的。梁思成就写过中国建筑之美不在立面之画，而在屋顶之飞。可屋顶这玩意儿是不能被竖向拉伸的。举个例子如果把我的脸想象成一栋建筑，那么立面就是这块，屋顶就是这块，脖子则相当于基座。如果把立面拉长，我最多变成卷福，但如果把屋顶拉长，那可就成大发明家了，会显得非常滑稽。中式建筑在摩天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在于，无论是拉伸作为主导的屋顶，还是退一步拉伸存在感比较低的立面，最终都会得到一个比例彻底失衡的建筑。那中国建筑就彻底没法变成摩天大楼了吗？当然不是的。首先，为了保持建筑性，屋顶这个主导元素一定是要被强调的。然后，除了简单粗暴的拉伸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强调的手段，那就是堆叠。于是我们有了阁，亭台楼阁的阁。其实在秦汉甚至更早的时期，老祖宗们就琢磨出了这种围绕着屋顶做文章，把中式建筑建高的方法了。而在塔这种建筑模式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与本土的多层木结构体系相互融合，成就了一些无论是在气韵还是技术上都遥遥领先的建筑。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摩天楼的建造难度太大，成本太高，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节奏当中。比如前几年那个很火的水丝楼，就是一栋强调了屋顶的中式摩天楼。这一层峦叠嶂的形态是不是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然后开发商就破产了。如今它已经被重建，但出于成本考量做了很多减法，已经比较丑陋了。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但作为一个刨根问底的频道，停在这儿肯定不是我的性格，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聊到，那就是为什么东西方的建筑会形成这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呢？这部分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点的知识，但没关系，我会用尽量简单的语言为大家解释清楚。众所周知，影响某个地区建筑形态的主要因素，无非就是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地中海东北沿岸有着极其丰富的大理石资源，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盛产高质量的木头，建筑是需要就地取材的，石材适合堆叠，木材适合架构，所以从一开始，双方就注定会把建筑的天赋点点在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地中海气候相对干爽，温度均衡，不会太冷，降雨也比较温和，所以古希腊建筑不太需要考虑防水和排水的问题，也不用担心热阻值仅有 0.05 左右的石材会影响使用体验。而咱们古代的建筑师们所面对的难题就要多得多了。华夏大地的核心区域几乎都被季风气候覆盖，刮风和下雨的强度远超地中海气候，冬夏温差也大，还可能会下雪。所以中国古建筑都需要有高效的防水和排水系统，热阻值在1左右的木材也能保证基本的保温性能。这些大环境方面的客观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们对于建筑的考量和期望。但我今天真正想聊的其实是第2点，这一点在我看来甚至可能是更加深刻和根本的，因为应对问题的方式有很多，但建筑之所以形成某种固有的形态，人文观念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古希腊的思想是以人为核心的，普罗泰戈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需要通过人的理性才能够得以体现。而建筑就是人类以自我的理性介入宏大的自然，进而重新构造秩序的行为。所以神庙的设计其实是大量参考了人体比例的，因为人体代表了最顶级的和谐。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就专门论证过这一点，后来达芬奇还根据他画出了那张著名的手稿。
于是在这套逻辑中，对应着躯干的立面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最恰当的展示面，因为它直观宏大，各种精准巧妙的比例、几何、逻辑等等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具象化的体现。而中国的思想则是以自然法则为核心的，古人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偶然性的，并且很多事情并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讲道法自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天行健等等。而体量巨大、结构复杂、高笼飞扬的屋顶，其实就是天在建筑中的实体化，重檐压顶，斗拱层叠，随着屋顶的弧度起伏的是一种气运的流动。所以中国建筑所体现的并非重构秩序，而是顺天而居。相应的，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屋顶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深刻且不容动摇的象征，社会的理智与等级都可以通过它来展示。典型的例子就是五殿顶专属于皇宫宗庙，歇山顶属于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则只能用硬山或悬山顶。那么这就是一段关于两个文明和摩天大楼之间的故事了。如今这些由玻璃和钢筋组成的巨物就伫立在你我周围，像是一座座冰冷锃亮的纪念碑，上面刻满了各种资本的逻辑和雄心壮志的宣言。但如果仔细想想，他们所讲述的其实是人类应该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安放自己，是打造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秩序，还是以一种谦卑恭顺的姿态，是依靠技术向上攀登，还是凭借心力泰然处之？这些问题没有正解，也不需要正解，因为最终的回归在于，到底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才能让你感到安心和愉悦。